凉风有信，秋月无边，亏我思君的情绪，好比度日如年。你们好，我是你们可遇而不可求的前女友。上一期咱们讲到，无法过上正常生活的永泰离开了林的岛屿，永泰的回忆到此结束了，跟真鱼的旅程却刚刚开始。一直都是一个人的永泰，有了真鱼的陪伴，也不孤单了。真鱼在路上捡到了一只小猫咪，永泰正在树下睡觉的时候，忽然梦到真鱼离开了。一醒来，真鱼真的不在了。他赶紧起身四处寻找真鱼。此时的真鱼为了找小猫咪，不小心被车撞了。永泰听人说路边撞倒了一个女孩子，被送到了诊疗所。他赶紧跟着跑了过来。医生追明告诉他们，真鱼只是轻微的擦伤和脑震荡，已经自己走了。永泰赶紧转身去找真鱼，没想到真鱼其实已经死了。就在追明的诊疗室里，追明将真鱼的尸体带到了神无木家。家里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和一个老人。女人登和想用真鱼的尸体跟自己换手，老人佐和想要阻止他。就在两人争执之际，医生发现真鱼死而复生了，而且手臂上刚刚的切割痕迹也变得完好如初了。三人惊讶至极。永泰跟着猫咪找到了诊所门口，怀疑真鱼的失踪跟追明有关。警官透露，追明现在应该是在神无木家出诊，而神无木家住在人鱼森林里，传说森林的某处存在人鱼，而神无木家的先祖曾经抓到人鱼，偷偷埋了起来。永泰成功潜入了神无木家，没想到遇到了登和。登和得知永泰是来找真鱼的，直接召唤出地狱恶犬，咬死了永泰。第二天，追明和佐和看见永泰死在院子里，事到如今也只能埋葬了。没想到坑还没挖完，永泰也复活了。登和将永泰锁在了牢房里。永泰十分担心真鱼，真鱼这边倒是没什么事儿，吃得好喝的也好。登和希望真鱼能留下来陪着他，真鱼却一心想要回到永泰的身边去。于是登和装病欺骗真鱼，他说佐和知道森林里哪里有人鱼，却不告诉他。趁着真鱼不设防的时候，他勒死了真鱼。原来他一直包裹的左手是半人鱼的形态。永泰救真鱼心切，直接拉开了锁链，赶上佐和正好过来救他。佐和说起当年的故事，原本他与登和本来就是双胞胎姐妹。登和虽然表面年轻，但是跟永泰的长生不同，他是表面年轻，其实身体机能已经是个老人了。60年前，登和身患重病，无药可医，父亲只好将神无木家的继承者之位交给了佐和，还将人鱼种的位置告诉了他，嘱咐他一定不可以透露给任何人。人鱼种里有神无木家历代做人鱼研究时的人鱼尸骸和毒药。佐和为了救活姐姐，将人鱼种中的人鱼血液拿给了登和。登和喝了之后，手就开始半人鱼化，痛苦使登和一夜白头。父亲不能接受怪物一样的女儿，就对外宣称登和病死了，然后将登和关进地牢几十年。正说着，登和拖着暂时死去的真鱼走了进来，他一心想与真鱼交换手臂，因为之前曾经换过无数次，但是没过几年又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所以他很想有真鱼不老不死的身体。他想干脆将身体一并换掉，为了防止永泰破坏他的计划。登和再次放出了地狱恶犬，想让永泰直接被吃掉。那么究竟登和的换身体计划能否成功？永泰能否逃脱地狱恶犬的追捕，成功救出真鱼？这期的内容就到此为止啦。有缘的话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喜欢前女友的点关注不迷路，推荐硬币加收藏，不收藏怎么占有这个前女友？比心心。